你是否曾在某个静谧的时刻陷入对一个深邃问题的思索？这纷繁复杂的世界究竟由谁主宰？是那些看似严密的制度，还是日新月异的科技，亦或是某种隐匿于幕后无形的神秘力量，在悄无声息地操纵着万物的兴衰更迭与生死轮回？回溯到2500年前，有一位穷穷竭力的老者，依然看破了这一切的奥秘，他便是老子。老子既非醉心于权力角逐的政治家，也不是专注于探索物质世界的科学家，甚至从传统的学术定义来讲，都很难简单地将他归类为一位哲学家。他更像是一位站在宇宙维度，洞悉人类文明背后真相的深邃观察者。当世间众人皆为争权夺利而奔波忙碌，热衷于建立国家，制定繁杂的治理规则之时，老子却静静地伫立一旁，目光悲悯地看着人类如蝼蚁般熙来攘往。而后他轻轻吐出一个字，道：没错，老子所有的智慧光芒、悲悯情怀，以及那穿透人心的深刻洞察，皆凝聚于这一个字之中。然而新的疑问如影随形，道究竟是什么？为何老子对他如此推崇备至？老子口中的道，与我们如今所理解的自然规律是否本质相同？今日我们将借助3个关键的词汇，引领你走进老子道的世界。倘若你能深刻领会这3个关键词，或许会恍然大悟，原来人生真正的主宰者并非单纯的努力与目标，而是顺应道的指引，稳步前行。关键词1：道，孕育万物的宇宙本源。老子曾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绝非他有意故弄玄虚，而是在以一种警醒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道难以用人类有限的语言去精准诠释。它无名无形，却宛如一位神奇的造物主，孕育出世间一切有名有形之物。它并非传统意义上人格化的神灵，却比任何神灵都更为真实，更为根本。在老子的宇宙观里，世界并非由某个特定的主宰创造，而是自然而然地从道中衍生而来。他如此描述宇宙的生成过程：最初道处于一种混沌未开、无形无相的状态，随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过程听起来与现代科学中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但相较于科学理论，老子的思想更具一种动人心弦的感染力。他认为万物的生成源于一种如同母性般的温柔力量。道并非冰冷机械的系统规则，而是一种无形却充满温情的容纳与滋养。它不干涉万物的发展，不强求它们遵循特定的模式，不设置任何限制，却能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万物自然而然的成长，使其成为本应有的模样。你无需费尽心力去迎合他人的期待，只需顺应道的指引，便能展现出最真实、最本真的自我。关键词2：道法自然，不妄为，方能无所不为。老子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深刻含义在于，人应当效仿大地的宽厚包容，默默地承载万物，毫无怨言。大地应效仿天空的广袤无垠，平等地覆盖万物，不偏不倚，而天空则应效仿道的运行法则。至于道所遵循的便是自然，即事物原本的状态，这便是道法自然的核心精髓。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然呢？你看那树木，无需刻意浇灌，便能凭借自身的生命力自然而然地生长、抽枝发芽。江河无需人为的规划引导，自在流淌，最终奔腾不息地汇入大海。四季交替，
日月升降，精准无误，从不迟到，也从不提前。这便是老子所说的无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老子的无为绝非是让人懒惰懈怠、消极躺平，而是告诫人们不要妄为、不乱为，切不可违背事物的本性行事。儒家倡导有为，主张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个人价值。然而，老子却认为，越是试图以强力掌控天下，天下反而越容易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越是刻意的去做好事，有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好心办了坏事。因此，他为统治者提出了3条原则：不推崇贤能，避免因过度推崇圣人而引发激烈的权力争斗；不崇尚奇珍异宝，防止对稀有之物的炒作，从而诱发人们内心的掠夺欲望；不炫耀欲望，避免展示财富与享乐，以免激起他人的嫉妒和贪念。真正的大智慧并非通过强行干预来达成，而是借助不干预，营造一个让万物能够自我生长、自我调节的和谐系统。老子说，当你少做一些不必要的干预时，天地反而能发挥出更大的效能。当你真正领悟并践行无为之道，天地间便没有什么事是办不成的，这便是无不为。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智慧，通过无为来成就万物的自然生长，实现一种更为深远的有为。关键词3：反者道之动。逆向思维中的平衡智慧。老子在《道德经》第40章中写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它揭示了道的运行规律呈现出一种反向的态势，就如同太阳在升起的那一瞬间，便已然踏上了落下的旅程；月亮在圆满之时，便已悄然开始走向亏损。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辉煌的顶点时，或许恰恰是其走向衰败的信号。凡事发展到极致，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变，这便是道所蕴含的动态平衡系统。老子还指出了天道与人道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损不足以奉有余。意思是，天道致力于调和万物，削减多余的部分，补充不足的部分，使世界趋于平衡和谐；而人道往往充满贪婪，总是掠夺弱者的资源，以供奉强者，从而制造出无休止的对抗与不公。所以老子告诫我们，越是逆道而行，妄图掌控一切，强求一切，吞并一切，最终反而会被道的强大力量拉回正轨，甚至遭受反向之力的修正与清算。这并非宣扬宿命论，而是在揭示一个更为根本的真理：人类无法违背宇宙的基本法则。那些真正顺应反者道之动的人，并非消极退缩，而是懂得在看似后退的过程中积蓄力量，在低谷中实现重生。当社会过度膨胀，文明迷失方向时，道便会启动反动机制。这并非意味着让你倒退回到过去，而是引导你回归事物的本质，不是反对文明的进步，而是对文明进行修正与完善。真正的反并非复古，回到过去的形式，而是复原事物原本的秩序，让一切重回最初的平衡状态，再重新出发。老子究竟想向我们传达什么呢？他以道生之告知你，你并非被某种外在力量刻意安排来到世间，而是被道孕育而生。你的人生价值不取决于他人的认可，而在于你是否能够顺着自己的本性，安然自在的生活。他用道法自然提醒你，无需焦虑地试图掌控世界，只需做好恰到好处的自己，不勉强，不妄为，自然就能融入宇宙规律的洪流之中。他借反者道之动告诫你，不要惧怕低谷，那或许是一次自我修复与成长的契机；也不要贪恋高峰，
因为那可能是危机潜伏的前奏。懂得在反向的变化中借助力量，方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行稳致远。这3个关键词构成了老子哲学的3大支柱，也构建起整个中国思想的形而上大厦。有人觉得老子的思想过于超脱，不切实际，但真正领悟他思想精髓的人，反而活得最为清醒，最为自由。当你在茫茫人海中忙碌奔波，感到疲惫不堪时，不妨停下匆匆的脚步，静下心来思考，你是在逆道而行，还是正背道悄然引领？别忘了老子那句最为孤独的心声：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独异于人，而贵十母。我不像众人那般追求富足有余，热衷于追逐名利而沾沾自喜，反倒如同有所缺失。我之所以与众人不同，是因为我以道为根本，珍视道的滋养。我或许不如众人那般聪明伶俐，不如他们那般圆滑世故，但我深知自己身处道中，而你同样也可以。看到这里的朋友，如果您渴望探寻宇宙与人生的深邃奥秘，如果您期望在生活的纷繁复杂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与方向，建议你去我的橱窗仔细研读这部国学经典《道德经》。这部仅有短短5000言的经典，却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宝藏。它涵盖了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诸多层面，对个人修养、社会治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启示。无论是你在为人处事中遭遇困惑，还是在面对生活困境时感到迷茫，《道德经》都能为你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智慧指引，帮助你以一种更为豁达、超脱的心态面对人生的种种挑战，让你在领悟道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与心灵的升华。好，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点赞关注逸轩，我们下期见。